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挺特别的案子。我们要一起深入的看一份相当沉重的材料，是关于一位名叫陈经元的物理学博士。他因为在境外的社交媒体上转了些帖子，结果被判了个寻衅滋事罪，入狱1年8个月。这个案子确实非常值得剖析。我们手头的资料可以说非常全面了。对，就像一个拼图的不同板块。一方面有官方的那些法律文书，对吧？起诉书、判决书。是的，这个是来自权力的声音。然后还有终审裁定书。另一方面呢，就是被告陈经元本人，他自己在狱里写了一封长信，为自己辩护。这个就非常关键，是当事人自己的视角和讲述。最后还有几篇分析文章，而且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分析的，有的用痞之内的理论，有的甚至用到了西方后现代哲学，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和你一起把这些拼图都拼起来，看看一个学者的转发行为是怎么样一步步被构成一桩刑事罪案的。这背后到底是一场法律的误读，还是一次怎么说呢？一次精心的规训。好，我们开始吧。我们先来拆解一下这个案子的基本事实。陈经元，物理学博士，一个独立学者。对，他研究的领域还都挺前沿的，像人工智能啊、复杂系统这些。然后在2022年，他被捕了，罪名是寻衅滋事。你刚才提到这个罪名，他在中国法律界好像有个外号叫口袋罪，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当然，口袋罪这个说法，非常形象，它指的就是那些法律条文里定义特别模糊、边界不清楚的罪名。就像一个大口袋。没错，很多看着好像不相关的行为，只要官方觉得有问题，似乎都能往这个口袋里装。寻衅滋事罪就是最典型的一个，它的条文里有些行为很具体，比如随意殴打他人，但它还有一条非常宽泛的。哪一条？就是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到了网络时代，这条就又被解释成在网络空间散布虚假信息。哦，我明白了。但问题是，什么算虚假信息？什么又算严重混乱呢？对，这解释空间就非常非常大了。这也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所有争议都埋下了伏笔。好了，明白了。所以这个罪名本身就弹性很大。那么陈经元博士具体是做了什么，被装进了这个口袋里呢？材料里说，他就是在推特上转了些帖子。都转了些什么内容啊？这就是整个案子的核心了。当我们去看控方当作证据提交的那些推文，你会发现他们根本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那种谣言。哦，陈经元自己在狱中的信里把这些内容梳理得非常清楚，大致可以分成4类，这个分类本身就很有说服力。第一类是艺术作品。艺术作品？是的，比如他转过一张香港雨伞运动中的撑伞女孩的漫画。这是一件艺术品，它传递的是一种情绪，一个象征，它不是一个事实陈述。等一下，所以说一幅漫画也能被当成虚假信息来起诉，这在法律上说得通吗？这恰恰就是问题的荒谬之处。艺术作品本身就是对现实的再创造，对吧？你用真还是假这个尺子去量它，这本身就是一种逻辑错乱。然后第二类是个人情感的表达，比如在某个特殊的纪念日，他转发了一张烛光纪念的图片，或者看到华为公司的新闻，他转了一下，附上了一句自己的感慨，这些都是个人情绪的流露。这听起来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朋友圈发的东西。完全正确。第三类是观点和理论性的文章，比如他转了前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先生的文章，也转过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批判共产主义的一个演讲视频。这种就属于观点表达了。对，这些内容你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但它们的本质是观点和意识形态，不是事实层面的信息。最后第4类才稍微沾点边儿，是关于历史和现实的描述。比如有一篇探讨毛泽东选集编辑历史的文章，或者一张反映中国退休高官工资单的图片。但即便是这些，也属于公共讨论的范畴，是有信息来源的，不是凭空捏造的。这么梳理下来就很清楚了。
所谓的证据就是艺术、情感、观点和一些有待核实的历史信息。但起诉书和判决书里给这一切扣上的帽子是散布虚假信息，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对，这个跳跃也太大了吧？法院到底是怎么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的？它的定罪逻辑是什么？如果你期待一个特别严谨的逻辑链条，那恐怕要失望了。因为在整个司法文书里，这个链条是断裂的。怎么说？首先，也是最关键的一环，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这在刑法里是要求有实际后果的。但是我们翻遍了一审判决书，里面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个后果。也就是说，没有证据显示，因为他转了这些帖子，就引发了什么线下的抗议，或者造成了网络瘫痪，或者任何具体的社会失序事件。完全没有。判决书里只有一句结论性的断言，就一句话。对，就说他的行为造成了公共秩序的严重混乱，这是一个没有任何事实来支撑的结论。这就好比说，你杀了人，但既没有尸体，也没有凶器，更没有目击证人，只有一句你杀了人的判词。哇，这是第一个逻辑断裂点。这已经很离谱了，那还有吗？还有更离谱的，就是关于被告主观上明知是虚假信息的论证。在刑法里，你要证明一个人是明知故犯，是需要证据的。对。比如他有没有伪造信息的行为，或者他有没有受到过权威的辟谣通知，还继续传播。但在陈金元的案子里，法院给出的论证是什么呢？我在这里直接引用判决书里的一句话，这句话可以说是本案的名场面了。好，你说。他说，被告陈金元作为博士研究生，具有很高的学历和知识水平，在使用境外聊天软件过程中应辨别是非，对信息真伪应有更高的认知水平和更审慎的注意义务。等一下，我消化一下这句话。法院的意思是说，因为你是博士，你很聪明，所以你应该能判断出这些信息是假的，所以你就是明知故犯。没错。这不就是凭身份和学历来推断犯罪意图吗？你完全抓住了重点，这就是这个案子在法理上最恶劣的地方，它赤裸裸地创造了一个高学历有罪论。高学历有罪论，对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无罪推定，对吧？主观的犯罪意念，也就是那个明知，是不能被推定的，必须要有证据证明。而法院这个做法完全是反过来的，他搞的是有罪推定，直接把一个人的认知能力和具体的犯罪故意画上了等号。这太荒唐了。是的，陈金元自己也在自辩信里反驳说，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是不是所有大学教授、所有知识分子都因为认知能力高，而天然的比普通人更容易被认定为明知犯罪？这确实太荒唐了。而且材料里还提到一个细节，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说，检方指控的很多所谓谣言，其实国内的官方媒体，比如央视、光明日报都报道或转载过。对，有这回事儿。那检察官是怎么回应的？检察官的回应可以说是整个案件司法理性的一个缩影。根据辩护律师的记录，检察官当庭说，我没有核实过这些帖子，也不打算去核实，我觉得是谣言就是谣言。我觉得是谣言就是谣言。这句话从一个代表国家公诉的检察官嘴里说出来，实在是让人不寒而栗。是的，这已经不是法律逻辑的问题了，这是意志代替了事实。对，所以你会发现，从起诉到审判，整个法律程序就像建立在一个流沙之上，根基是虚的。所以说，法院的定罪逻辑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和跳跃，这就让人不禁想问，如果法律层面都这么站不住脚，那这个判决背后是不是有更深层的原因？你刚才提到有几份评论文章，他们是不是就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没错，这几份分析文章非常有价值，因为他们把我们从案件的表面带到了更深的层面。他们提供了几个非常独特的视角。第一个视角就非常出人意外，他是用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官方的执政理论来分析这个案子。这个角度很有意思。
但会不会有人觉得用几十年前的理论来分析今天的案子有点牵强？哎，这恰恰是它深刻的地方。它不是要搞什么历史类比，而是进行一种内部的批判。内部的批判。对，它的逻辑是，即便我们完全采用官方自身的理论体系和话语标准，这个判决也是站不住脚的，甚至是完全背离的。用吸头自己的毛去戳自己的对儿。正是这个意思。比如文章提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核心原则是什么？实事求是。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事实为根据。但陈金元这个案子的判决恰恰是以意代实，用主观臆断代替了事实调查。检察官那句“我觉得是谣言就是谣言”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没错。再比如官方理论反复强调的人民立场和群众路线，核心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但在这个案子中，一个公民在社交媒体的个人表达被视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法律在这里似乎成了少数机构进行维稳的工具，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武器。所以这个分析的结论是，这个判决不仅违反了现代法治精神，甚至也背叛了体制自身的理论根基。是的，文章还提到了现行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其中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句话经常听到。而陈金元案的整个程序，比如在没有法定理由的情况下不公开审理，二审不开庭直接书面审理，甚至在终审阶段剥夺被告的辩护权，这些做法恰恰是与感受公平正义这个目标背道而驰的。所以这种内部批判的力量在于，它揭示了一种深刻的内在矛盾。没错。好，这是一从内部理论进行的剖析。那我们再换一个视角，从外部的，比如西方哲学理论来看呢？你提到有一份材料用了法国哲学家福柯的理论。对，对于可能不太熟悉的听众，福柯是一位痴迷于研究现代社会如何控制人的思想家。他认为权力不仅仅是通过暴力和禁令，更是通过知识、话语和各种规训制度来运作的。那用他的理论能看到什么不一样的东西？福柯的理论让整个事件的意义豁然开朗。福柯有一个核心观点，现代权力的运作方式不是简单的禁止和压制，而是具有生产性的。生产性，这个怎么理解？话语、规则，甚至是主体本身。从这个角度看，惩罚陈金元的真正目的，可能根本不是为了惩罚他转发了那几条无关痛痒的帖子。那是为了什么？那些帖子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对一个拥有博士头衔的知识分子的公开审判和定罪，权力在主动地生产出一种新的犯罪范畴。这个新的罪名就叫高学历知识分子的不当信息传播罪。听到这里，我感觉整个案件的性质都变了。我们讨论的好像已经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控制的技术问题了。完全正确。这个判决就像一场精心设计的规训仪式，它的目标观众不是陈金元本人，而是法庭之外所有的知识分子。所有人？是的。权力通过这个案例，向整个社会划定了一条新的、模糊的，但又坚实存在的红线。它传递的信息是：你们这些读书人，不要以为自己懂得多就可以乱说乱动。你们的知识和学历不仅不是护身符，反而会成为定罪的依据。就是那个高学历就应该明辨是非的逻辑。对。这个逻辑最阴险的地方在于，它把外部的审查压力巧妙地内化成了一种对知识分子的道德绑架和自我要求。此次以后，每个知识分子在点击转发按钮之前，可能都会进行一番痛苦的自我审查。会想，这个信息足够安全吗？万一它被认定为虚假信息，我的高学历会不会成为我的罪证？你看，这比直接审查和删除每一篇文章是更经济、更高效的统治技术。它让每个人都变成了自己的狱奏。是的，这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分析。所以说，这个判决真正的产品不是监狱里的陈金元，而是社会上弥漫开来的内化的恐惧。那么，我们再回到那3份核心的法律文书：起诉书、一审判决书、终审裁定书。结合刚才的分析，他们3者之间构成了一个怎样的链条？
有一份法律专业评估报告，把这3份文书称为法律错误链条3部曲。3部曲？对，这个比喻非常精准。它清晰地展示了一个错误的指控是怎么被一步步合法化和固化的。具体是怎么说的？第一步，起诉书是根基虚浮的指控，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它只有造成严重混乱的结论，却没有任何事实描述来支撑这个结论，它的根基是空的。第二步，一审判决书是建立在沙丘上的审判楼阁，它完全继承了起诉书的根本缺陷，但他发现这个楼阁不稳，怎么办呢？他没有回去加固地基，也就是寻找事实证据，而是用了一种更荒谬的方式来加固它，就是发明了高学历有罪论这个水泥。对，用一个逻辑错误去掩盖一个事实错误，用一个更大的错误来合理化前一个错误，就是这个意思。最后第3步，二审裁定书则是封闭司法错误的终审铁栅。二审本应是纠正一审错误的关键机会，但在本案中，二审法院完全回避了陈京元在上诉状中提出的所有核心法理问题，比如那个高学历有罪论的荒谬性。对，他只是简单的重复了一审的结论，并且抛出了一句在法理上非常恶劣的话：上诉人未提交足以推翻原判的新证据。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不是应该在控方吗？没错。怎么变成要求已经被剥夺自由的被告去自证无罪了？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二审法院这句话等于是公然把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丢给了身陷囹圄的被告，这彻底颠覆了现代刑事诉讼的举证原则。明白了。所以说，这道终审的铁栅一旦落下，整个司法错误链条就彻底闭环了，再无纠正的可能。所以，这3部曲完整的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根基虚浮的起诉如何被一个逻辑崩坏的审判所确认，并最终由一个放弃审查职责的终审所加封的完美样本。所以，综合我们今天剖析的所有材料来看，陈京元案原不只是一个人因言获罪的简单故事。我们从一个夺士来几条推特开始，一路看下来，看到了一个定义模糊的口袋罪是如何被随意滥用，看到了司法判决中令人费解，甚至可以说是荒谬的逻辑跳跃。更通过不同的理论视角，看到了这个案件背后复杂的权力运作和社会意涵。这已经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了，它关乎事实与观点的界限，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以及法律在一个社会中到底扮演着保护者还是威慑者的角色。的确如此。这个案件的核心其实最终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对虚假信息的定义权。谁有权来定义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当这种定义权被垄断，并且成为一种治理工具时，会发生什么？这留下了一个非常值得你继续思考的问题。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人人都可以是发布者的时代，我们每天都在信息的海洋里游泳。我们依赖各种事实核查、辟谣机制来帮助我们辨别方向。但是，当辟谣本身也成为一种不受制约的权利，当定义真与假的能力被少数人或机构牢牢掌握时，我们又该如何守护我们赖以思考和判断的那个开放而多元的真相空间呢？这或许是陈京元案留给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更深远的问题。